5月17号，巴以冲突已经到了第7天了，目前局势依然不断扩散，混乱的冲突一直在加剧，双方伤亡人数继续上升，大量基础设施被摧毁，以至于大量平民失去了家园，继续在这片动荡不安的土地上过着不知道还能不能看见第2天太阳升起的日子。从最新消息来看，目前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攻击至少造成了近1500多人伤亡，而这也是因为军事实力压根儿就不对等。即便看着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射了2000多枚的火箭弹，但是最后起到作用的寥寥无几。反观以色列，其现代化军事手段让人看到了更多的现代信息化作战的方式。就比如这些天新闻中就频繁地报道了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建筑进行的定点清理，绝对是指哪儿打哪儿。甚至此前，以色列还公布了一段对电视台大楼进行定点清理前打电话前去通知的视频。从这件事情来说，巴以冲突即便混乱继续扩散，以色列也基本上是已经定好了胜局。就比如最近联合国呼吁以色列停战，哈马斯也明确表示可以签署停战协议，但是首先以色列要停止侵略，不过以色列方面却对此拒不认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却依然表示，轰炸行动还没有结束，以色列将会继续袭击，铲除更多的哈马斯。甚至有消息显示，萨摩蒂已经定位了哈马斯的领导者位于卡塔尔的哈尼亚目前所处的具体位置，很可能下一步以色列就会对其进行定点清除。在这样的时局环境下，各大国各小国也纷纷发声，其中美俄欧态度竟然罕见的一致了。但是事实果真一致吗？这还真不见得。比如，虽然普京和拜登乃至欧盟国家都呼吁了双方停火，但是美国最终也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对以色列就是高高拿起，轻轻放下。对于美国光打雷不下雨的行为，欧盟自然也是紧跟其后。话都说得漂亮，但其实内地里究竟什么样，大家都清楚。所以最近欧盟内部也不断爆发混乱，反而是俄罗斯和中国的态度是一样的，更偏向巴勒斯坦人一点。近日，王毅外长就主持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巴以冲突紧急公开会议，并在会上明确表示，中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真诚朋友，始终支持一切有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为此，中国将邀请巴以双方的和平人士来华展开对话，支持双方代表直接在华举行谈判。在巴以冲突混乱升级的关键时刻，美欧说是劝架，却明显是在拉偏架，暗戳戳地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实行的迫害行动，而中国却站了起来，直接发声，要帮助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尽快让当地人民回归正常生活，不至于继续颠沛流离，可谓是尽显大国风范。近段时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爆发的激烈冲突引发了全世界的强烈关注。目前冲突情况还在不断的恶化，以色列也没有收手的打算，还在持续的发起进攻，甚至已经开始准备集结地面部队对巴勒斯坦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击，从而准备彻底的消灭哈马斯武装。而巴勒斯坦方面也开始进行反击，对以色列的机场等重要设施进行轰炸，并警告以方将不会遵守什么战争规则，会对以色列的所有目标进行打击。很显然，双方现在针锋相对，局势呈现升级态势，并且冲突导致的伤亡人数还在不断上升，大量无辜民众也因此失去了家园。不仅如此，更为严峻的情况发生了，那就是巴以冲突制造的混乱正在向全世界蔓延。美欧多个国家都受到了冲击。据外媒报道称，由于以色列军方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持续冲突，全球多个国家有民众自发的组织集会来声援巴勒斯坦人。但尽管如此，美国和欧洲国家始终还是没有站出来维护和平。一向以世界警察自诩的美国，这次更是直接站在了国际的对立面。拜登声称希望此事能尽快落幕，但是当数以千计的飞弹进入其领土时，以色列有权自我防御。这种模棱两可的表态，在外界看来，其实就是美国在拉偏架，不仅对缓和当前局势没有一点作用，甚至更加助长了以色列的嚣张气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对美国已不抱有任何幻想。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也为了自己的利益选择了无动于衷。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国主动站了出来，并开始出手，全力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据外交部网站消息称，我国外长王毅在近日主持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巴以冲突紧急公开会议，并在会上明确指出，安理会必须对巴以冲突采取有力行动，而中国也会推动局势尽快降温。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形势紧张的关键时刻，美国和欧洲国家并没有表现出一个大国该有的担当，
反而是被他们一直围堵的中国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所以有国际评论指出，美国只负责制造混乱，而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时刻，还得要中国出手。根据俄罗斯媒体最新报道，日本电视台在日前公开宣布，这一次美国、日本和法国在日本展开军事演习是有明确目的的，那就是为了遏制他们口中所谓加强海上活动的中国。然而事实上，其实是美军及盟友一再施压针对中国，才让中国派出航母证明实力的。报道中这样写道，这一次军事演习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陆军一起联合参与的，参演规模达到了200人。原本在这场演习上还要出动美军鱼鹰轻转旋翼机的，然而由于突然下起了大雨，不得已只能取消了。但即使没有出动美军的鱼鹰，在日本自卫队直升机的配合下，3个国家还是完成了如何进行离岛登陆的项目。且日本媒体更是毫不避讳地说道，这一次美日法3国联合军演就是为了展示他们3国对最近中国所谓扩大海上活动的这一行为的团结态度。且据之前的报道，在这一次美日法3国军演期间，澳大利亚也会出动兵力掺和进来。澳大利亚可是最近这段时间叫嚷着与中国军事冲突最勤的国家，甚至在这一点上都已经超过了美国。4个国家可以说都已经向中国明牌了，就是想抱团在一块儿来打击中国。从一开始，美军及盟友的战机、战舰频繁出现在中国周边的海域、空域，逼着中国出动航母来证明强大的国防实力。再到如今，他们又想拿中国出动航母当成借口展开军事演习，一环套一环，就是想要恐吓中国。那么，中国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行为的呢？中国外交部其实已经对近期这些国家的军演做出了回应，对于他们联合军演还放出风声来施压中国，中国的态度实际上是不在乎的，根本不会被吓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揭开了他们以中国当借口的遮羞布，表示这些国家历史上都是侵略成性的国家，没有把他们自己的力量用在正经的地方，成天拿中国说事儿，其实只是他们自己做贼做多了才疑神疑鬼。而这种联合演习争论下来，其实也就是烧他们一点油而已，对中国而言根本就没有影响。最近，巴以之间冲突继续升级，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巴以之间发生的交火行为更是十分激烈。如果任凭局势继续，只会将死亡、破坏、绝望无限循环，使和平久不能来。因此，中国和国际社会都非常关注巴以问题的发展。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5月的轮值主席，对巴以局势一直积极斡旋。为防止巴以冲突升级失控，中国已2次召开安理会，商讨如何缓解巴以冲突。但与中国和其他安理会积极推进解决巴以问题的积极态度相比，美国不止消极应对，甚至企图阻挠安理会正常发生，与大多数国家站在对立面，而且还要在安理会成员在讨论巴以问题的时候强行转移到中国内政上。面对巴以冲突造成数百人的伤亡视而不见，偏偏要对与巴以问题无关的中国过分关注。明明中国无事发生，美国却要强行说中国有问题，在安理会上演绎出政治闹剧，令人迷惑和可笑。巴以冲突升级到今天这个样子，和美国有很大的关系。美国对在这场冲突中死亡的巴以人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美国上一届政府对以色列过分偏向，例如竟承认作为3大教派的圣地所在地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还将美驻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撒冷，以实际行动增强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控制力。此后，美国还表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设立犹太人定居点，不违反国际法律原则。美国对以色列是全力支持，完全忽略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而美国的新政府在巴以问题还是延续上一届政府的政策，任由巴以问题激化。可以说，美国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是双标的。美国在发生巴以冲突之后，并没有想着跟随中国及国际社会的步伐去调停两国争端，反倒是不停拉偏架。以色列无证据轰炸媒体大楼，美国恍若未闻，轻轻接过；以色列炸死100人，美国不指责，反倒在与巴以通话中对巴勒斯坦方强调，以色列有权确保自己免受火箭弹袭击，哈马斯必须立即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针对美国如此的双标行为，中方如此告诫美国，巴勒斯坦人民的命也同样珍贵。美国作为以色列的盟友，唯一真正能影响以色列的国家，理应负起劝诫以色列的责任。生命不应该因政治立场而分出高低贵贱、369等，不是以色列人民的命就珍贵，巴勒斯坦人民的命就不珍贵。美国应对巴以一视同仁，而不是不嫌事大，还声援支持以色列。